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退役少将厉正杰。一轮好，各位观众大家好。还有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一轮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观众朋友，这对美国来说算是凶兆吗？好，那当然我们看到的就是最新的讯息是美军的 B-52在加州坠毁，而且机上还有8人是恐怕全数罹难。好，你可以看到这画面曝光哇，黑压压的一片因为这架是载有8人的空军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在台湾时间16号凌晨2点20分起飞之后不久就坠毁了。好，初步迹象显示事故并无生还可能，紧急勤务人员已经抵达现场，那相关的部门正在清点所有的人员。那美国的 B-52轰炸机加州陨落，那沙漠上现焦土，刚才大家有看到，就像是这个足球场的大小。路透呢就报道说，爱德华空军基地在坠机4个小时之后发声明指出，这架8引擎远程战略轰炸机原设计是用于携带核武跟常规炸弹。好，事发时正执行例行的测试任务，所以呢，包含是在坠机现场位于洛杉矶以北大约是100英里处，空拍画面就显示沙漠地面有一片大约是足球场大小的焦黑冒烟区域，同时也可以见到紧急救援车辆赶赴现场来抢救。画面当中没有见到明显的大型残骸，这代表什么？烧得精光啦，所以这场火非常的剧烈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目前机场紧急的关闭调查。好，那现在所有的这个进场的航班改道，那不是商业访客通行证也是全面暂停，那以便专注的进行救援跟调查工作。事故的原因还有待美军来进一步的调查厘清，但是你可以看到8人恐怕是全数罹难那当然这件事情在美国的这个军机上面看来又是一桩。那目前也要看到啦，川普带美军野心还是蛮大的，也就是美国现在情报总监他有揭露说，华府资助30个国家功能增益实验。好，我们看到这个功能增益实验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他们的这个情报总监叫做加巴德，他日前公布了一个解密文件，揭露美国曾经资助遍布30多国超过120座的生物实验室，那其中包含将近40座位于乌克兰的设施，那部分更涉及了研究危险病原体根据高度争议的功能增益研究。所以有人认为这是不是布局生物战呢？好，那当然现在战斧飞弹打到补不回来，美军现在改推廉价的减配飞弹。好，我们看到五角大厦放弃了过去塞满附加功能、造价高达数百万的精品飞弹，现在转向只求具备核心能力的减配版。好，要求企业打造每一枚不到50万美元的货柜化飞弹，那并在2030年前希望能量产出1万枚，建立飞弹海。那目前看到白宫的战情是说有窃听那这个是有2名美国的知名记者，他们撰写一个新书叫做《政权轮替》，即将要出版了。但是书中竟然发现流出了白宫战情室对话的逐字稿，而且连国务卿私下飙粗口都是原音重现。那当然就引发了白宫高层担忧说到底是不是有人在窃听呢？而且你看国安圣地里头还遭秘密窃听，那恐怕就是有一些问题了。那 Google 则是发布了一个新报告说一个跟中国有关的骇客组织好，在过去1年多里秘密的入侵美国跟加拿大的学术、医疗跟军事研究机构，那窃取包含印太军事战略、AI 跟医疗研究等等大量敏感的机密。好，那这当然是 Google 公布的一些研究啦，可能也有一些意有所指的政治讯息。不过我们前几天在节目上不是还特别讲到吗？以色列窃听美国也是蛮多的好，那现在中国大陆则是大秀肌肉，我们看到它正在测试的是潜水艇，长大约45公尺，预计航程达到1万英里这是迄今建造最大的潜航器。说这个超大型的无人潜水
艇未来可以在冲突当中直接向美国的西海岸施压。那中国的潜舰艇核潜舰也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它代价很高因此没有来进行部署。但这支无人潜艇则是改变了这个局面。那中国的潜水艇专家严哲平是直接回应了美国西海岸的担忧。他是说这些超大型的无人机优先用于的是区域安全跟近岸的防御侦察，不是针对其他国家的武器。那澳洲智库现在最近很多的报告，很多的讨论他们这个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也特别提到说，中国如果未来在太平洋岛国取得了军事基地，澳洲中部原本位在战略纵深的地区，就可能会首度进入中国轰炸机作战的半径。而且中国是正在研发新型的长程逆踪轰炸机，会进一步的提升他们对澳洲本土的远程打击能力。好，那这件事情引发了中方的发言人林健的回应说中国发展军力是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跟发展利益，不针对任何国家，所以奉劝有人渲染中国威胁必须要客观、公正、理性的来看中国的发展。好，那英国跟美国有5艘的核潜舰也将轮驻澳洲，那印太水下的战力形成，那是说在2027年起要轮驻澳洲西部的基地，那最多可以同时部署4艘美军跟1艘英国潜舰，好，为美英澳3边安全伙伴来进行铺路。那美国的海军近日是在西澳重启了停编14年的第3潜舰中队，来建立前进指挥跟后勤架构。所以看起来，美国跟英国在澳洲这边也有相对应的部署。我们等一下也可以问专家怎么回事这个区域。好，我们还是先看到美军的 B-52加州坠毁，这件事情真的蛮大的，而且因为机上8人，现在看起来是全数罹难。我们先问将军怎么看？美国这个美军的空军真的是已经印度化了为什么我讲印度化？印度空军摔飞机是有名的。我看美国这个进度快要赶上了这是这1个月里面他第4架的飞机摔掉1个月里面摔掉第4架，1个礼拜里面摔第2架了。这个礼拜摔第2架，事故很频繁。对，我跟各位讲在5月17号的时候，有2架 F-18撞在一起，就2架。然后在上个礼拜6月13号有1架 F-18也是坠毁。那这个是今天6月16号，今天是第4架坠毁的。那这个飞机 B-52也从这架飞机的坠毁，当然有很多因素啦，譬如说是天候因素机械因素等等。可是不可讳言，这架确实是一架老飞机这1955年生产到现在，你看看都已经是老爷机了，在越战的时候所使用的飞机。那为什么美军到现在还在用？我觉得有2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它的新飞机没办法赶上嘛，就譬如说 B-21那款，前年年底才开始试飞，所以一直在吹牛说 B-21这个很快可以服役，但是我们现在没看到它服役，新的飞机没办法做出来。那原来另外一款 B-2轰炸机来讲又太过于娇贵这起飞一次那个经过空气摩擦，它那个涂料保养就要花很多钱，所以现在来讲只有把这个 B-52这款 H 飞机接着再用。我跟各位讲有多可怕，美军从这件事情你看 B-52这么老的一款飞机，它准备要用到哪一年？它准备要继续升级，改成现在这款叫做坠毁这架叫 B-52H 它准备再发展这个重新这个改装以后再换装成新的引擎、新的这种电子零件，叫做 B-52J 准备服役到2050年。你看看这个飞机要服役将近100年，那你想想看，这个从这个过程你就知道美军这个空军这个目前建军量非常窘迫。第二个你知道这架飞机它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它这个零件工艺已经不供应了，它已经没有这家公司，波音公司已经不再生产相关的零件。那它零件从哪里来？我就零件从亚利桑那厂里面飞机坟场里面去采吧。我们讲这个台语讲说沙漏就是这个拆解零件，把这个旧的飞机的零件拆解上来，如果有需要的话，拆解零件下来把它装上去。甚至于他如果说是这家要报废的话，再把从飞机这个坟场里面再拖一架出来，经过整修维护以后再继续服役。所以这架飞机会这样子失事，其实我认为跟美军整体的后勤还有后续的生产是非常有关系的。那你想想看，不错了。当然，这种飞机这个它的载弹量很大可以载弹量可以到7万磅，
可以携带传统的这个炸弹，可以携带，也可以携带核子弹哈，甚至于携带这个巡弋飞弹都可以确实有它功效。可是不管怎么样，毕竟已经服役60-70年的老飞机，那你说发生意外很难讲。还有一个模拟，这是为什么摔8个人？你知道，他机组人员只有5个，那多了3个人是哪里来的？我跟你讲，多3个人，听说有2个是波音公司的，他可能这架飞机在测试，所以波音航空公司的这个技术人员有上这架飞机，还有一个是美国自己本身的国防部的官员，可能去看他测试的经验，所以一口气摔了这个5个人，对美国来讲的话，损失是非常重的，尤其是说这个一个月之内摔了4架飞机，我觉得美军已经印度化了。好，印度化之外，大家也会认为这是不是国力正在衰退的一个征兆？好，那当然赖教授怎么看？这个飞机摔下来不是小事，是大事。因为它有8个发动机，你要8个发动机，它任何一组发动机如果故障的话，其他发动机还是有办法。因为它8个发动机就代表说，这个飞机虽然是它生产的时间久，但是它稳定。它还是目前美国的主力战机，是主力轰炸机。我们看到很多次啊，它从关岛到这个朝鲜去执行任务的时候啊，用的就是这款战机。有的时候会用 B2轰炸机，但是更多的是使用 B52啊这个战略轰炸机。所以它是一个很稳定啊，然后它是安全性很高的轰炸机。所以我们再强调，8个发动机，任何一个发动机故障，或是一组发动机故障，其他的发动机都可以让它这个想办法去迫降。可是问题就是它起飞之后没多久就坠落了，这个才是一个问题。那也就是说，你同时8个发动机全部都失效，这不是一件这个轻松的事情。所以我相信美国对于这样的一款战机，它发生的这样的一个意外事故，他们的调查绝对一定会是严整的因为这个不是说我们今天在进行空中搏斗的时候所造成的擦撞，它是起飞以后没多久就往下降了。然后这样的一款战机，因为您说它整个都烧光了，它是因为载满了油料那它内部里面还有没有装什么样的一个装置，这个也可能要带他们来说明。但最主要是因为它是起飞上来，油料就比较多，所以才会造成这样一个完全的一个燃烧。另外，多次俄罗斯一直在指控美国在乌克兰这个设置了很多的这个生物研究所来研发这个细菌战、生物战，美国都否认。可是这次是美国自己承认了他们在乌克兰确实有30几个研究所，所以俄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指控美国在乌克兰的境内设生物研究所、细菌研究所，要对俄罗斯，要对于他们的这种斯拉夫人的这种基因要进行研究，要进行伤害的这样的一种指控，看起来不是空穴来风。所以美国自己揭露以后，美国事实上是有责任要跟世界各国报告，也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违反联合国的规定？因为生物化学战机是不可以使用的，是不可以研发的。那美国是不是还在使用、在研发？像我们前段时间疫情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传出，是说美国的研究室有这些病毒流传出来。那因此，多次中国大陆要求联合国要介入去调查，也就是说，既然美国指控武汉研究所的生物研究所有问题，然后中国让联合国进来调查，中国当时也同样的要求，那应该也让联合国进入美国的生物研究所调查，美国拒绝，所以他们要求中国要开放，中国开放了，但是他们同样的要求美国开放，美国却拒绝，这个就不公平了，也就不合理。那不公平不合理，美国要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怕人家知道，你怕人家看，然后你为什么之前都否认说绝对没有这个在乌克兰的生物研究所，现在为什么揭露出有这个生物研究所，而这个人正要离开？是所以这代表什么？代表美国有太多太多不可告人的秘密。最后一个就是澳大利亚，你如果不威胁中国的话，你怎么会觉得中国会威胁你呢？那如果你觉得中国会威胁你，是不是你在威胁中国的国家安全啊？好，那讲到这个新冠肺炎的事情，我还记得当初也是
川普嘛，好，跟中国呢也是因为杠起来哦，这个因为病毒的源头问题，两个人吵翻了，好，所以现在揭露这个，似乎有一点点讯号哦。教授怎么看？我现在强调一件事情啊，就是说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达在上个月5月20号就已经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因为家庭的原因。但是他辞职以后呢，之前的话呢，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他跟那个川普不合啊，他迟早要滚蛋的啊，也是要被开除的。那但是的话呢，他之前呢公布了美国的这个国家的一个生物实验室里面，其中最重要的是讲到乌克兰里面大概有40所，啊，就全世界有130个这种，就是120-130个了，那有40个位于乌克兰。那么这个事情的话呢，引发大家很大的一个想象空间，就是说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个投注啊，这个在乌克兰的一个生物实验所的话呢，也就是说明了美国本身。嘴巴说的是不打这个生物战啊、化学战什么，但是其实做好了万全的准备。那这个时候话呢，我相信各国的话呢都不会轻易的让美国这样子如此的容易得逞啊。然后那个加巴德把这个事情的公布出来的话呢，确实是让美国感觉到他很丢脸。但是美国丢脸的不止这一桩了哈，美国丢脸的话呢，还是有一个，就是说。大家都知道那个 Tomahawk 就是那个战斧飞弹啊，这个因为很贵嘛，所以说这次跟伊朗战争的话，一开始就中计了，就消耗战啊，打了这个一共年产1000枚，结果他打了一下子剩下没几枚了啊，价钱很贵，所以现在想办法的话呢，突然发觉这个乌克兰用了这种比较廉价的无人机的话呢，产生了功效，所以说现在的话呢，也是美国要出产啊，说是到了2030年要产出1万枚这个炸弹导弹的。我怀疑美国的军事装备的话呢，在生产能力上也都是在吹牛。不过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美国自己有名的，大家都知道那个原来的那个 Snowden 的那个美国在窃听到全世界，都窃听到欧洲的这个盟邦的这个领导人，像那个梅克尔啊，都被窃听了。但是美国做梦没想到自己也被窃听了。美国被窃听的原因的话呢，当然是。我相信以色列是有可能窃听的了，那这个消息的话，因为美国跟以色列最近的关系大家都知道嘛，那以色列的话陆续的话呢，就是告诉你，就是说美国其实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我接下来针对林健讲的这件事情的话呢，我要强调大家一个观念啊，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呢，其实讲起来呢，讲仁义道德、讲公理正义没啥用的，都是讲现实的。现实当中只有一句话，就是不能落后，落后就得挨打。所以说中国本身来讲的话呢，一切的话呢，号称和平崛起也好，要维持国际正义也好，这些的话呢，但是军事上的装备绝对一点都不能够落后。一旦落后以后呢，以现在这种监听的啦，以现在这种卫星的啦，都查得出来。所以说呢，那个大陆要发展自己的这个科技各方面来讲的话呢，一方面是要宣扬自己的实力啊，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让大家能够了解到，中国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要避免惨遭以前的命运。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另外我们要关注到一个国际盛事，就是 G7， 好，马上就要举行了。那我们也看到，现在大家认为美国跟欧洲之间恐怕有一点恐怖平衡的味道。好，因为在 G7 峰会前夕现在川普又威胁法国。好，他是怎么讲呢？除非你法国取消对美国科技巨头的数位税3%而已否则美国别无选择，我们就要对你法国的葡萄酒实施100%的关税。好，你看3%跟100%你看川普真的是很会讲话了双子座很有这个钱的概念要做对比。好，那马克宏面对这个威胁他仍然是拒绝取消跟美国的数位税。好，这2位领导人在 G7 期间可能会产生冲突，也埋下了一个伏笔。好，那以下是7国领导人如何处理跟川普的微妙关系。Politico 有说这个 G7 峰会上面一系列跟川普关系日渐紧张的领导人，其实面临蛮棘手的任务，他们必须充分的取悦这位美国领导人，避免关系破裂，那也避免在伊朗跟国防问题上面发生潜在的争执。G7 其实原本是世界上主要民主国家齐聚一堂来探讨全
全球经济的盛会，如今却变成了一场各国领导人之间博弈私人关系的一个状态吗？因为看起来每个人跟川普之间都蛮紧张的，可能除了高市早苗之外了哈。好，只求不出乱子这对这场 G7 峰会的各国期待值已经降到最低。好，这是美国前国安会的官员葛雷说逐一梳理了其他 G7 国的经济跟地缘政治，就会发现他们对于美国支持跟领导力的渴求，远比我们对一份虚伪联合公报需求要迫切得多。匿名白宫官员则说川普总统看来这一次成功的峰会应该能让各国领导人认清彼此的共同利益，那让存在分歧的议题上面开启了对话的渠道。真的有川普想象中的这么简单吗？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日本、英国跟意大利确实有要一个合作，他们合作的是全球空中作战计划下一代战机的联合发展案。目标是希望在2035年要进行部署。那在正式进入设计的阶段他们摆脱了停滞阴霾的这个时间。加拿大等其他的志同道合国家其实也对这项计划展现了相当的兴趣。所以你可以看到日本的这个首相高市早苗确实也跟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举行了首脑会谈。他们两国呢都一致同意要加强包含是半导体还有关键矿产等供应链。好，那高市更在联合记者会上面对于3国也就是日英意的下一代战机开发计划说为了加快推进会继续的来携手合作。那高市早苗因为也是这个 G7 的这个日本也是 G7 的成员国之一所以高市也会出席。那日本就有开始说担心已经不是中国崛起，而是美国跟欧洲其实正在逐步恢复跟中国的接触还有合作。那高市这一行最重要的课题其实就是如何避免日本在美中关系降温、欧中关系回暖的新局势之下，成为 G7 内部最孤立的抗中成员，希望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况啦。好，那高市早苗最近非常积极的来推动日韩合作，还深化跟东协的关系，那也强调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背后反映的分析来认为可能是一种焦虑。那其实不只是韩国，也不只是东协，其实日本现在跟菲律宾的合作更密切我们看到他们接下来日本的陆上自卫队要跟菲律宾方面来协调，计划在6月下旬在菲律宾最北端的巴丹群岛省来实施伞降的训练，好让日本陆上自卫队第1空挺团队能够搭乘菲军的飞机来跳伞。好，同时考量到中国加强了海洋活动，所以日菲是正在扩大防务合作。好，这2个国家真的越拉越紧那现在中国大陆它是蛮有底气的，因为现在阿联酋的阿布达比能源局主席他们最近有访中，好，结果呢，他发现中国的新能源技术非常令人赞叹。阿布达比准备加快的引进中国技术，那中国的供应链可以为中东地区带来巨大的利益。那近年来呢，中企也持续的扩展在中东的业务，那助力当地的绿色能源产业的发展。好，那中国有一位科学家呢，也首次成功的实现了风度超过 99.99% 的硒28同位素的自主量产。好，这产品关键指标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的水平，这也显示中国在建构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那华为呢，现在虽然没有 EUV， 但是他们却拼出了一个麒麟9030，好，研调来拆解晶片，这当然就是因为可以突破美国封锁，还有一些相关的因应措施。那字节跳动也传出他们洽购他们自己的天数智新的 AI 晶片，也就等于说美国你要封锁我没关系我就自己创造，反而让他们有了新的契机。那我们看到 G7 这件事，因为马上就要进行，那我们看到里头的成员领导人有人觉得是各怀鬼胎。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要先把 G7 的定位跟观众朋友讲清楚。是，它是一个以民主做包装，实际上它是原殖民主义国家的一个俱乐部。每一个国家都是原来的殖民主义者，不管是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甚至意大利还有日本
他们都是原来的殖民主义国家，甚至包括加拿大，它的母国就是英国，也是殖民主义者。他们都是殖民主义者包装，所以他们用民主来做包装，其实他们是殖民主义的一个国家的俱乐部。他们的任务是在2次世界大战之后继续在支配全世界的经济，所以他们是2战以后继续剥削全世界经济的一个俱乐部。在1990年代的时候，他们7个国家占全世界的 GDP 的总和高达68%。所以其他的180多个国家只能够去分享那些剩下的38%的这些一点点的资源，所以绝大部分的人都是贫穷落后，只有这7个国家特别富有。好不容易有亚洲4小龙起来了，但是经济规模不够大，有韩国、有台湾、有香港、有新加坡，但是不够大。后来中国大陆起来了，中国大陆起来了以后，大陆的经济是除了美国以外，其他的 G7 的6个国家的经济总和不等于一个中国，所以中国的经济体现在占全世界18%到20%左右，跟美国如果以平等购买力来讲是并驾齐驱了。所以 G7 现在占全世界的比重只剩下42%，它能够起的作用跟影响力已经衰弱了，它不能够再成为一个能够支配全世界经济规则的一个组织。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会开跟不开对世界影响都不大了这个是我觉得蛮重要的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这次开会有2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一个担心，第二个特点就是一个绕不开。一个担心就是担心川普的心情好不好，开不开心。川普不开心，这个会就会开砸川普开心，这个会才会开得好。另外一个绕不开就是没有中国，他们什么都绕不开。他们怎么开会，怎么讨论工业发展要中国，智慧财产权要跟中国有关，考虑市场跟中国有关，考虑采购跟中国有关，他任何东西考虑稀土跟中国他任何东西都绕不开中国了。考虑电动车，考虑未来产业，考虑太空计划，所有的事情都跟中国有关，都绕不开中国。所以等于是这个 G7 坦白说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可以叱咤风云他们没有作用了。这次更惨，这次我的判断是明天是最后一天，他们开3天嘛，明天最后一天他们的联合声明不会出来，因为里面吵翻天了。刚刚有谈到川普说你欧洲要给我数位税拿掉，法国要特别跟我拿掉，法国人说我才不会拿嘞。然后他就说那我对你的红酒课100%。那现在对于法国来说，一方面得罪中国，二方面得罪美国，他的他的 Cognac 白兰地卖不到中国的话，他的红酒如果也卖不进去美国，也卖不进去中国，法国的农业就会出现很大的危机。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已经是分崩离析的 G7， 每一年还要硬冲的样子真的是难看啦。不要再用民主做包装了，你们就是殖民主义的国家俱乐部。好，苑教授怎么看？我首先呢要强调这个 G7 当中的话呢，有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大家现在讲的 G2 比较多，讲到 G7 比较少那么 G7 的话呢，我同意了这个赖教授的一个观点呢，就是说原来这个就叫做所谓的富人俱乐部在我读大学的时候开始的话呢，就已经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里面包含了意大利后来的话再加上欧盟，但是这次的话呢，我觉得这个 G7 目前的发展当中的话呢，它面对了3项的这个历史的趋势的变化首先第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呢，有关于呢这个大家现在谈到G2 的时候呢，是川普所谈的。然后再者看到川普呢到了欧洲去呢，他对欧洲的态度是用蔑视的还不是俯视的为什么呢？他会觉得欧洲本身来讲，它的基本的政策跟他讲的想法是完全相反的这个我在欧洲留学的时候呢，就感觉到欧洲的基本政策跟美国是相反。欧洲强调多元强调宽容，美国强调一元强调自己的保守，这个差距非常大你从这次这个，刚刚我们在聊到川普过生日，就搞到那种什么 Fight Club 就是什么格斗赛那就可以说明美国的这种保守跟一元的想法，跟欧洲完全不能想象的事情。这个格斗赛到90年代的时候，还是以不人道的方式，还不准许公开展
展示，现在居然在白宫展示。那我觉得第3个原因的话呢，就大家一定要重视，就是中国的科技的发展。因为我刚刚已经跟大家强调，就是说大陆现在在发展科技的时候的整个过程。我最近的话呢，去了深圳几次，参观了它的科创学园呢。那边的话呢，我感觉到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啊，就这里面也举出了一些例子，就是大陆的话呢，越被打压，越被压制什么的，没有阿斯麦尔的这个光刻机的时候呢，它很多芯片照样做得出来。这边讲到了麒麟啊，就是这个2030年的话呢，其实是 Mate 80啊，那 Mate 80是去年的东西啊，那现在的发展多快！另外，我觉得有一个消息非常重要，就是字节跳动买了那个天数智新啊，这个 AI 芯片，这是第3家啊。这个除了华为寒武纪以外，它是第3家天数，就是说是大陆目前的发展的趋势来讲，透过政府由上到下的补助，或者说由上到下的话的鼓励啊，它的发展来讲的话，那么这个趋势不可减。所以说，我们现在不要讲什么是 G7 还是 G2 啊，就看实力来讲。大家已经没有人想到，要除了美国以外，我看久而久之3到5年，大概美国也不是什么特别的对手。那 G7 剩下的这几国来讲，就加拿大自己的总理马卡尼他自己的讲说，我们是中等发达国家，你知道吗？就光凭这个数字就知道 G7 的意义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好，所以你看这个10年河东，10年河西，地缘政治的改变也是蛮快速的哈。将军怎么看？我觉得美国川普跟这个欧洲这些国家开始要关税大战之后，当然法国一定要有反制的手段。它最好的反制手段就是开征这个数位税。我先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数位税。譬如说是像我们现在脸书上面经常会看到广告，这个或者是说中介平台，是中介平台就是说介绍你们，比如说买房子跟卖房子的，他会刊登广告之后中介你们平台。那第3个，其实我们都经常讲说，有时候脸书或者是 Meta 或者是亚马逊，他会收集你一些个人的数据资料，譬如他会分析大家都喜欢，譬如说这个杯子，大家比较喜欢买的是黄色的那厂商有这个资料以后，他就可以做黄色的杯子，可以卖的比较好。像这3种东西，事实上都是跟贸易跟金钱有关的，所以我觉得法国去开征这个税，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因为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不管是 Meta、Google 或者是亚马逊这些公司在法国没有设立实体的公司，所以法国就征不到它的税，所以他们现在欧洲要征这个所谓数位服务税，当然会动到美国的利益。那川普就威胁你们敢开征这个税3%税，我就回征你们这个100%的葡萄酒的税那第2个，我们看到这个日本、英国跟意大利3国联合起来要发展下一代的战机。我觉得这会动到美国的这个奶酪了。怎么讲？因为日本现在用的是哪一个国家的飞机？美国的嘛。虽然说它自己有生产一些 F2 的这款战机，但是根本上面那还是美国所提供的。英国虽然说它是有这个英国跟德国合作生产的台风战机，但是它很多的飞机还是 F-35战机意大利也是这样，还是有 F-35战机。当日本、英国跟意大利说要联合开发下一代的飞机的话，会不会动到美国的军工产业？会不高兴。所以说，美国会不会从中这个你们会不会发展的战争？发展这种战机之后，会动到美国军火商的利益。你要知道，其实美国军火商在美国的政界，事实上它的势力是很大的，那影响力也非常大。所以我认为，日英意这要发展下一代的战机，可能要面对的第一个困难就是你怎么样让美国愿意把这个市场让出来给你们。另外第3个，我们讲日本自卫队现在居然在菲律宾这边实施这个伞降演习，那这个居心叵测了，对不对？你如果说要训练跳伞，你在你自己日本本土这么大一块土地，你都可以去跳，还要在菲律宾，你干嘛到菲律宾去坐菲律宾的飞机去跳伞？这很明显的是日菲在军事上面的同盟，目的就是针对中国。我想这个昭然若揭了。对，昭然若揭，我们很明白这个动作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个。好，
好，美国跟伊朗终于要和谈了。好，我们看到了川普其实最新他有暗示说不会亲自出席协议签署的仪式，那会尽快对外公布文本。好，预定在19号，好，在瑞士的日内瓦来举行协议正式的签署仪式。川普说，我可能会参与，也有可能不会。好，到时候是副总统范斯会去处理。好，听起来就是不会嘛，好，不然干嘛要突然讲范斯呢？那但是大家还是有一个问号哦，你真的会错过这种历史性的一刻吗？你就应该在现场哦，跟伊朗的这个代表，然后就说我们赢麻了哈，应该有这种感觉。那现在呢，伊朗跟川普之间的协议哦，其实还是面临6大的挑战。我们看到路透的分析说啊，这份协议哦，在为川普提供了政治下台阶的同时，也让川普踏入了共和党内部分裂、能源通膨压力、美国盟友关系受损、核谈判跟停火可能破局的6大危机。好，所以呢，川普确实也有讲一个弹书啊，说和谈如果失败，不排除再打伊朗。好，那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啊，美国的官员说还不到时候撤军啊，因为我们前一天也有讲到嘛，感觉撤军哦才是真正止战的一种讯号。可是呢，美国的资深官员却说啊，虽然两国已经取得谅解，但就看是否在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转换成实质的协议，而且在伊朗履行承诺，而且双方达成最终协议之前，美军还是不会在区域内来进行撤兵。好，所以美军的小动作很多哦，现在大家还是满头问号。真的有办法和谈吗？好，伊伦觉得恐怕还有变数，因为我对于川普的话实在是没有很相信啦哈。好，那当然，川普现在啊也要你收20%的保护费哦，说要当个中东的守护者，守护者应该是无偿才对嘛？哦，他的利益当道啊，所以还是要收保护费。哦，他抛出了美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上面扮演收钱办事的中东守护者构想，说如果核谈判破局哦，伊朗仍然会被视为对手。中东国家可以支付20%的区域收益来换美国的安全保护。好，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是中东国家，我想说，之前让你基地放这边，我就被炸得半死，现在你还要来跟我收保护费，我会觉得这样子哦，实在是太会做生意了。好，那美国砸3000亿帮伊朗重建吗？现在哦，美国高官说，确实在华府内部有在讨论解除制裁的可能性，那也要做一个高达3000亿美元的大型基金来重建伊朗。好，那川普则说啊，那些说美国要付给伊朗3000亿美元哦，是蠢蛋民主党散播的假新闻。那知情人士则指出啊，因为伊朗地大人口多，而且拥有丰富的天然资源，所以包含欧洲、亚洲多国，甚至是美国本土的公司跟企业，其实都展现了浓厚的兴趣。好，那我们也知道，现在美伊战争哦，恐怕最大的变数就是逼比啦，也就是纳坦雅胡。但是川普现在对纳坦雅胡非常的没有耐性哦，他说啊，跟纳坦雅胡关系密切的以国高阶官员说，川普的发言哦，真的是一记响亮的巴掌，因为他骂逼比说啊，他真的是没有判断力哦，他说对以色列的限制哦，好像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那指望我们不会对黎巴嫩任何的地方发动打击哦，这跟战略盟友的行为是不相符的。好，那《纽约时报》也说啊，以色列与伊朗过去1年内打了2场战争，好，包含去年6月跟美国联合空袭伊朗的核设施的12天的午夜重锤，好，今年2月底也跟美国合作发起了军事行动。那如今哦，以色列不仅没有参与谈判，还被排除在进程之外啊！所以以色列哦，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10月要举行大选，好，纳坦雅胡就面临了执政联盟内部跟政府外部批评者的庞大双重压力。好，那以色列的防长则说啊，以军仍然会无限期的留在黎巴嫩。所以会不会是美伊谈判的最大变数呢？那现在纳坦雅胡为了自己的红利，杠上美国也不想停战吗？所以伊伦才觉得这个和谈还是有蛮大变数，尤其川普真的不会出席吗？我们先问赖教授怎么看？范斯有宣布了，说川普不排除在6月19啊会到日内瓦，因为他现在在在这个 Avion。就是在那个地方啊，因为生产法国矿泉水的那个地方在开会嘛，开 G7， 所以不排除说他直接飞到日内瓦很近，因为他就在于
这个法国跟瑞士的边界上啊，然后他直接过去就很快了。但是目前川普的意思，也就是说他可能不会去了啊。其实我觉得川普在这一次 MOU 的时候是不需要去，应该是在签和平协议的时候再去比较好。为什么？因为 MOU 就是一个君子协定嘛，谅解备忘录，它没有强大的法律约束力啊。然后他只是说，为了下一次要正式的签条约或是合约或是协议铺路，他把框架、条件、技术、细则都弄好，就先打勾勾啦。对，就是我们先君子协议了，这叫做谅解备忘录啊。所以他还不到一个条约、合约协议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还有一段路要走啊。那这段路对川普来说，我就是给你60天，也就是说6月19号签之后的60天内，我们一定要启动这个核浓缩铀的问题的谈判。然后核浓缩铀问题解决的话，大概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个正式的和平协议，那美国的军队就要撤走了。然后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的军队还要不要继续留在原来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这个部分都是在技术性的细则中来谈。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在没有签正式协议之前，伊朗是要求说，你帮我冻结的240亿美元，你要还给我。那美国这边的态度是先部分的还给你，不会一次240亿都给你。目前传出来的是，阿联酋好像已经先还给这个伊朗30亿美元了，然后他目前因为阿联酋控制的是200亿美元嘛，韩国这边大概控制20几亿美元所以这一些钱是不是韩国要什么时候还？或者阿联酋什么时候还？那这个都是技术性质，也就是说，你完成到哪一段，我就给你多少钱；你完成到哪一段，你这笔钱就还给你。可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的话，就是说我钱还给你了以后，那你再继续封锁，我就拿不回来了，因为这本来就是你的钱，但是是被我冻结。可是当你拿回去以后，你就不会吐出来了嘛。那所以对美国来说，他也要有担保，因为完全没有信任的情形下，美国的军队就是说，好，你再恢复的话，我就继续打你。所以美国的军队不会这么短的时间内就全部撤光。但是美国会不会开始减少压力？有可能。例如说，他的2栖登陆舰、他的远征军、他的机降部队，是不是慢慢的、陆陆续续的就撤走？或是2个航母战斗群，是不是先撤走1个航母战斗群？都不能排除嘛，因为压的5、6万大军在那个地方，对美国不是一件好事情。好，可是问题就是全世界都欢迎，因为目前来讲，传出来说美国跟伊朗要达成这个谅解备忘录的时候，全世界都赞成，就一个国家反对 ，BB 他反对，所以他想尽办法破坏，然后因此在签约的当天，他再去炸黎巴嫩。不过川普故意骂 BB 脏话，而且故意把这些消息传给伊朗，也就是说我是玩真的。那所以当天就签了嘛。郝院教授怎么看？我跟你讲我根本都不敢相信这个事情会真的变出来啊！或者虽然说他们签的是一个谅解备忘录但实际上的话，我首先强调，因为这个川普本身来讲，我没有见过美国这么屈辱的因为这大家都知道嘛，伊朗管事人叫穆杰塔巴嘛，现在搞了个议长嘛，对不对？卡里嘎夫来讲。那所以说的话呢，川普怎么可能自己就对等？外交是很讲求对等的，所以说讲到范斯的话呢，范斯严格来讲就是议长了这是算是对等的。然后里面的条件我一看后，我真的吓了一跳，就伊朗做梦都得不到的东西，现在全得到了什么制裁啦，什么控制海峡啦，什么油什么的。我觉得说美国不晓得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大方你要了解伊朗被压住的这些钱什么都是伊朗的钱伊朗的话呢，面对一个侵略的战争伊朗可是没得罪美国要得罪的话呢，也是这个46年前47年前的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觉得讲到他的危机那些危机都不是真的重点。你为什么那个分析的那个危机那个根本都不是重点，重点就是以色列的态度。以色列的态度就是他基本上的话，我觉得这个整体来讲的话呢，就是伊朗跟美国所签署的这个约的话呢，完完全全是一个在以色列的这个阴影之下所进行的。那以色列的话呢，纳坦雅胡的立场非常明确嘛，就是要干到底。
然后他的国防部长盖茨的话来讲说，哎，我们绝对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啊，这个里面讲的，然后他们另外一个最有那个班吉维尔，就是这个最疯狂的，就是把那个巴勒斯坦人全部从后面绑住什么的啊，送食物过去，就是极尽羞辱能事。他这个班吉维尔是他这个犹太人的名字了啊。他的基本上态度讲说，我们完全不受美国的管束，美国有这个帮助没帮助，所以说这个让我想起一件事情，大概是这个1个月前的时候，那个纳坦尼亚胡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他突然莫名其妙冒出一句，就我们10年内要从美国那边1毛钱的援助都不要，我们要自己独立来干。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的变数非常大。实际上我觉得为什么要研拟出60天的协商时间？说良心话，这个是一翻两瞪眼，要不要停战是一个一翻两瞪眼的事情，要拖60天，大家知道这60天会出现多少幺蛾子啊？对不对？有很多的变化，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你必须要想清楚，川普心里打了什么算盘？那伊朗人当然非常清楚了，一个3000多年的国家，涉及到他自己的生存的危机。这次伊朗的话来到世界杯去踢球，每一个人衣服上都写着168，168代表什么？就是美国2月28号丢的第一颗炸弹，就打死了168个年轻女孩，7到10岁。你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你想要做什么？对不对？我觉得要达成任何协议都不容易。对，所以苑教授跟我想法差不多哦，可能这个状况变数还很大哈。好，将军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川普现在认清楚了 ，BB 原来是一个渣男加骗子哈。为什么我叫渣男？但这场仗不就是这个纳坦雅胡拖着川普去打了吗？是。我们讲几个数据哦，我们这个报章杂志上都有报道过的数据。去年第一场战争，这个美国投入战争，那大家印象中是以色列在打的仗，还是在美国在打的仗？我们看到 B52啊，不是 B52，B2 轰炸机总共去丢了14枚的这种 GBU57的炸弹，是哪个国家？是美国的啊。它总共20枚，就在那边去年就被这个 BB 拖进去，丢了这么多的炸弹，大概剩下没有几枚哈。第二个，今年打这场仗，我想几个数据大家看一下 ，BB 是不是我讲的渣男跟骗子？这场仗打到现在，讲说美国跟以色列联合起来打伊朗，但是谁花的钱比较多？美国来讲的话，我们现在有的数据，刚刚我们讲的战斧型巡弋导弹，之前说850枚，前2天又打了49枚，将近900枚，900枚一枚，这个400多美金。那你想想看，这多少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为了防卫以色列，美军总共发射了多少的这种爱国者3，大概200多枚哈。这个萨德系统也发射100多枚，甚至于我们都知道。大家都经常在讨论嘛，从韩国那边的萨德跟爱国者都调到以色列去帮忙协助以色列防卫。那以色列自己发射多少枚防卫自己呢？我跟你讲，他大为投资不到100枚。那你想想看，是不是美国在帮以色列？除了说是攻击伊朗用美国的导弹去攻击之外，那这个防卫以色列也用美国自己的武器在防卫。第三个，我们讲战损好了，这是美国我们之前。最多的就是美国总共损失的42架飞机，后来又丢了1架 Apache 了哈，还有2架，等于将近45架，我算过大概45架的各型的飞机。那试问一下，以色列有损失什么飞机？以色列好像没有损失飞机的。那这笔账算下来，谁比较吃亏？当然美国比较吃亏嘛，对不对？花那么多钱，损失了那么多，结果最后半天是在帮以色列在打这场仗。所以说，这次来讲，我觉得川普会去骂这个纳坦雅胡，大概他认清楚，我就是被你骗进去打这场仗，那我现在准备要抽腿杀腿不短，后续来讲你自己看着办。当然，纳坦雅胡在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好像耍无赖，你知道吧？就是说，大家讲好停战，就是说我就不肯停，我现在在黎巴嫩南边那个利塔尼河以南的这个地方，我继续在那边驻军，我就是不撤军，然后叫你美国继续来帮我打这场仗。当然，美国当然很生气啊，你这场仗继续拖下去，对川普来讲的话。他会不会陷在这个漩涡里面哈？包括他的这个国内的政情要不要选举，包括他对盟友的这种分裂。我讲的盟友不是以色列，是海湾周边国家。现在海湾周边国家自己已经去跟伊朗谈了，因为他发现说伊朗会打到他们了，美国保护不了他们。然后美国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核燃料看起来也让步了哈。本来是说最早是说这个美国要派地面部队去把它抢过来，就你看地面部队没抢过来，说后来说好吧，那就你就送到这个美国来，就伊朗说不可以，最多送到俄罗斯或者中国。现在居然是留在伊朗自己来处理。那